天赐千万不把滋养于先生，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《天赐的声音》，欢迎我们各位音乐合伙人，欢迎欢迎！这一期我们不一样喽，我们来了新的音乐合伙人伙伴，让我们欢迎 Ella 陈嘉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lla。Hello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的音乐合伙人王蓉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第一次来，做观众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魏神魏孝俊。哇，你好，多指教，多指教。哇，来到我们天赐什么心情？感受是我觉得非常健康，我觉得情绪价值太高了。啊哈，对，等一下我觉得多巴胺会到巅峰。到巅峰，好的，舞台上见哈。舞台上见，谢谢。我们之前呢，我们的12位音乐合伙人已经分成了，一共是6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6组15秒创意短视频惊艳亮相。他们说，是你选择的生活，我在山里看烟火，守着那烂泥土，不再解释人的手，天开。OK。导演、镜头、灯光、创意、后期，什么都是他。哎嗨，创意。嗨，第一期跟我也太对付了。就是我这个人是跟什么人有什么样化学反应？哎呀，我跟他就是那种美一点，跟我们姐姐就是那种稍微的洒脱一点，跟你就是对付。哎呀，对不起。这个我没有办法投给他们。哎呀，我们怎么那么弱啊？突然间。哇，唱的好好听啊！我们肖俊老师唱太棒了。最近，我常在半夜惊醒，醒，看着梦里给我的秘密，思绪还没有暂停，没有暂，还没有暂，停。客厅，那是你用过的香薰。香薰啊，麻痹我的衣服和。忽远忽近，忽远忽近，忽远忽近。我好想你。哎，这个有意思哦，这不错哎。这个是珍姐在我面前花3-5分钟剪的，太牛了，全是她剪的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记得点赞关注哦，谢谢。Yo everybody， 你的眼神如此美丽，带走我的心跳。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走我的心跳。投给我们吧，我跟你讲，投给我们吧。哎，我们在干嘛？拉票。怎么没有人鼓掌？给点面子。我跟你讲，短视频就是要这种无厘头。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可记得吗？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？哇，这个我鸡皮疙瘩有点起来了。我们这拍可久了，你们这个拍了得好多年吧？我们这拍了10几年了。你看坤哥现在的表情，
我都不知道这事儿。谁干的？我干了。太牛了，这都不用拍抖，抖都不用管，对，直接剪出来就有了。用尽伤人的话去说，都没想能不能收得回呀，守候之后却更失落，也会更难过，这又是何苦呢？这票我得投给卓哥呀。这是刘卓哥吧？是吧？对啊，是啊，投给卓哥。这个好像跟我们差不多了。这好像是就比较随便。说说这个创意，这是你的创意，你的，这是你的创意，你的，还有人互相推呢。他说这你的，这你的，这是一个不被认领的创意。这是你的创意，这是你的创意，你的，这是卓哥刘卓的创意，把这话背过。到最后为什么刘卓打你们2下？啥意思？因为我俩打地鼠玩个游戏打地鼠啊。对啊，那你俩在演的时候就应该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，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。对呀，你看宁哥就是这块料，我说了，专业就是你，我从哪儿来的，各位不知道吗？开玩笑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一点赞投票了。他们这个创意是我们截止这3期来没有遇到过了。因为他们的视频内容特别丰富，我觉得他们2个人演的太棒了。每一种声音都是天赐先生，真实反馈，真心回应。接下来让我们马上揭晓答案。来，我们先来看老男孩王源、坤哥，怎么着得有一个吧？2票，至少会有3票。 3、2、1，3赞！可以，兄弟，完美。来，接下来看小唐和肖俊的。啊，那肯定没有。没有，什么意思？真没有。来，3、2、1，到底有没有赞呢？哎，你咋还能这样呢？还真没有，真没有。哎，肖俊，第一次来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吗？我不能，你没说那么卷的，我不知道那么卷。你没想到，他真没想到，他真没想到。不是，只是这个小唐老师对你不认真，上期他拍的可卷了。啊哈。好，接下来来看黄子弘凡、张靓颖，肯定有，肯定有。3、2、1，哇！6赞呐，6赞！完了！谢谢家人们。已经不用说了，已经9票没了。我们应该没有票，没有戏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毕晨和贺野的，他们不值得有，真的，我觉得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你如果1票没有，我们肯定1票没有，没有，咱们一样。3、2、1，2赞！哎呦喂！不，谁投的？这谁投？哎！啊，可以的姐，有品味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还剩下2组，只有最后1赞了。是，那应该我们没有，我们应该不会有。那我们最后一个唱吗？我们最后一个唱。来吧，我们来先揭晓的是 Ella 和王蓉的。我觉得我们没有。3、2、没有。所以刘导的大作，哎，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，有请票数第1的黄子和靓颖来到我身边。接下来呢，要挑选一个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礼盒，交给你想要竞演的音乐合伙人。因为其实就是在创意上，虽然就是小唐跟肖俊他们的那个没有获得太多的票，但是其实我们很喜欢哦。然后同时呢，也从歌曲风格的角度来，哇，我这硬编哦，真的，哎，总而言之就选他们了。谢谢。那我觉得我们就
按照战术往下排列吧，我们就很公平。张碧晨、王鹤颖。那我们就自动配对啦。自动配对啦。耶！好，恭喜两组，舞台上见。先声夺人赛段规则：3组竞演阵容依次上场切磋，每组竞演结束后，由声音鉴赏团选出一首待定金曲，3首待定金曲诞生后，由声音鉴赏团选出一首，成为本期推荐金曲。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《天赐的声音》第6季，欢迎各位！让我们有请第一组音乐合伙人江亮颖、黄子弘凡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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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老师你好，我是黄子弘凡，特别期待这一次跟您的合作。好的啊，幸会。黄子他超级可爱，这次刚好有这个机会，我觉得可以合作一下。这首歌有很多人会拿比如他们的婚礼现场啊，或者是一些情感过程的记录啊，配合在一起。那既然有这么多人喜欢这首歌，那我就希望它也许是换一个方式，但是同样的能够跟大家产生新的连接。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一种爱而不得，但我还得再努把力，我就想就非你不可。对。但目前的状态是在找寻，我们俩最终会到一个什么样的距离？我们真的能很近吗？对，其实有点像我们中间隔了一堵墙，你不知道对方在不在，你也不敢迈过这堵墙去看对方，因为你没有试探那个勇气，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你做出这一步，得到的是自己不想要的那个结果，你自己可能会就怕这种万一。对，歌词里面的那一句话叫忽远忽近，两个人之间不确定的未来，不确定的关系，但是又非常想要确定下来，那一种起伏不定的心情，不能掌控的那一种忐忑感，对，我希望在这首歌里面有体现。这歌感觉大家都是体力活，要老命了。这首歌对于情绪的掌控，它也是需要有一个层次感的过程，又要有低音，又要有高音，而且都必须是那种完全打开的状态。要不要再来一次？我可以。好。也不能喘息。OK， 这首歌它从它的情感还有它的技巧来说，属于是一个6边形的歌吧。希望这首歌能够打动到你。最近我常在半夜惊醒，看着梦里给我的秘密，思绪还没暂停。客厅，那是你用过的香薰，麻痹我的衣服和神经，再也不能喘息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嘈杂的空气挡不住你的魔力，忽远忽近，忽远忽近，我好想你。我只为你着迷，空洞的记忆突然填满你。像个纪念品，
是我们第一次旅行，潮湿的空气掌控我的勇气，忽远忽近，忽远忽近，我想问你，我只为你着迷，空洞的记忆突然填满你，你像个纪念品，纪念我生存的意义，是想你。分不清是现实或梦境，牵挂的情绪来自某种身份来而复制，也没有太多意义，因为你不在怀里，封闭关系都挂在你的香水，麻痹过的眼睛还想着等待着转机，可是我一次一次的想你，嘈杂的空气挡不住你的魔力，忽远忽近，忽远忽近，忽远忽近。我只为你着迷，空洞的记忆突然填满你，你像个纪念品，纪念我生存的意义。我只为你着迷，空洞的回忆突然填满你，突然填满你。我只为你的心，如果我的未来没有你，多委屈。我只为你着迷，多委屈，忽远忽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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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唱完了，朋友们。黄子真是一个神奇的人啊，因为他只要一唱歌，这个音符一进场的时候，他就立马到戏里，但是一首歌结束又立马跳出戏啊。是的，是的。我觉得跟他合作的过程就是超级快乐。第一，绝对不会有任何话掉在地上，就是甚至这句也捡着。其实这首歌真的很不好唱，你不好想说怎么样去把控它，但是黄子就会给人一种错觉，就是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。你跟他说什么好，我可以 ，OK， 然后就是12个表情包。我说你是为了把我的话都刷出那个屏幕吗？为了不看见我说了什么？对他觉得我肯定嫌他烦，我说我根本没有。他那个语音，我说实话，朋友们，除我以外见的第2个语音矩阵。他会细致到每一个字的律动跟节奏。他说这个地方切分了，那个地方是正拍反拍，他卡的非常非常的，就是会很细致的告诉我，精准的告诉我。对。我刚刚商量完了，我再跟编曲老师商量。对。但我想说，就黄子他无论是跟谁合作哈，虽然可能是巧合，都是跟漂亮的姐姐在一起合作。主要是因为每个姐姐们都太好看了，没办法。哦，那我问一下，在这3位合作过程当中，维维、默默口还有珍姐张靓颖，你最喜欢和谁合作呢？说出你的理由。哎，宁哥，平时你是怎么教我回答这种问题的来着？日常呢，像这种问题呢，就是要反问给对方了。啊，对方。好的，那珍姐在过去3期合作中，你认为你最喜欢哪一个合作的搭档？圆儿，哪一个姐姐最好合作？你知道吧？先要去掉一个错误答案。今天默默可不在，先把它给去掉。你可太会了，王源啊！剩下的咱们换个人问。哥，你觉得呢？
我觉得甄姐你合作那2个都不在，你就可以说他。我就想说，目前为止还在这个舞台上，那肯定是跟黄子弘反了。但是你的答案还没有说呀。对呀，我们可不能把这个时候忘了呀。因为宁哥教过我说珍惜当下，哎，所以说我选择甄姐了。哇对不起，薇薇姐，对不起。没事，薇薇姐有我在守护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太厉害了，太牛了，太牛了。你们的歌曲哈，我不大会表达，我是觉得有远有近，有高有低，有情有爱，有眼有尾，什么都有了。真的，这首歌让我觉得意犹未尽，就听不够。这个作品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你们俩的金曲，真的。谢谢薇姐，谢谢薇姐。刚刚这个表演可以说是完美的一个状态。其实我跟亮颖也是第一次在节目上碰到。对。然后你们都说要跟他学习，我没有办法学习，因为我学不来。之所以可以有今天的这个状态，是因为你真的很注重这些细节，而且你希望把它做到最好。所以我真的真心佩服。然后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好的演出。谢谢啦，谢谢。谢谢。我的感受就是在享受其中，并且被震撼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心脏都快炸出来了，然后让我感觉到我在欣赏的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歌唱表演，更像一个音乐剧。真的为你们点赞，我也是见识到了，学到了。谢谢黄姐。咱们节目播出以后，我以后可能只听你们俩唱的版本啊。谢谢文老师。我想先动用一下我们那个就是建营团的一个权利，我想先听一下那个无伴奏的人声。好，稍后片段，来，有请老师准备一下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嘈杂的空气挡不住你的魔力，忽远忽近，忽远忽近，我好想你。我只为你着迷，空洞的记忆突然填满你，你像个纪念品，纪念我生存的原因是守护你。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听这个歌我就特别兴奋。我先说一下从哪儿开始哈，他们第一次开始去和那个忽远忽近的时候，就是渐弱的那种语气，是我从来都没听到过的一种方式，很好听，很好听，真的很好听。甄姐的招她想到的。红凡，我真的想夸一下你，你中间那个混声的位置找得很好，因为你稍微唱急一点，它就会很燥。你像个劲，它就会这样。对，很尖，对，很尖。对。然后呢，你唱成假声呢又没有力。对。所以这个混声位置唱得非常好，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了，真的感谢你们带来的这一首歌，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。谢谢文老师，谢谢。那我觉得今天在对唱的部分，2位的这个和声的设计是非常的巧妙，而且在2位的这个动作上的设计啊，有这种对视，以及在最后收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握手。我觉得这种握手的这个情境是非常难忘的一个瞬间。在我个人理解里边，这首歌曲的情绪，它并不是一个哀伤的，甚至它有一种暧昧之美。那这种暧昧之美，你又用一种相对浓烈的歌曲的这种演唱的技巧来表现出来，我觉得这种分寸是非常难以拿捏的，非常的不错啊！我觉得是很有可能成为本季的天赐一个非常经典的瞬间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来，我们掌声有请姚小棠，有请肖俊。改编曲真的很烧脑啊，这灵感跟掉进黑洞似的。
是啊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点能量补给，激活一下创作灵感。我平时习惯带点零食在身边，最近发现东阳光真草原纯粹含片还挺方便的，100%优质冬虫夏草萃取，营养好吸收，口感也不错。创作10来一颗，灵感加倍。我家人都是天赐声音的粉丝哦，所以有看过你这个舞台。我也看过你一些舞台，好，更多的是唱跳。哎，对对对。这个节目是我的音综首秀，我希望能收获到各位前辈们的无价的经验，唱出属于我自己的故事。因为我在队里面都是唱快歌比较多嘛，所以这次还是想唱一些比较长一点的抒情歌吧。这首歌是03年的歌，想起千禧年的按键手机、校服、MP3 后的电视，有点怀旧了，其实。忽然下起了大雪，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。这首歌是失去爱人之后的那种非常痛心的心理活动，痛到连7月7日晴天都能感觉到下雪的冰冷。就是不愿意相信我们已经分开了，然后还在挣扎，抱着遗憾的那种感觉。这首歌它重复的地方比较多，我觉得加了和声之后会更好听。天哪，这么齐吗？太默契了，这是我特别意想不到的。你往前走之后，我在后面看你的背影之后，我再跟着，之后我们再分开。可以。7月7日，她是分手的那个女孩，而我是8月8日后悔的那个男生。希望能唱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风格吧。说了再见，是否就能不再想念？说了抱歉，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？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，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。不知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，一片一片怎么拼贴完全？7月7日晴，忽然下起了大雪，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我站在地球边，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。7月7日晴，黑夜忽然变白天，我失去知觉，看着相爱的极限，我望着地平线，天空无际无边，听不见你道别。说了再见，是否就不能再想念？说了抱歉，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？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，我的世界忽然
冰天白雪，我只是间还残留你的昨天，一片一片，怎么拼贴完全？七月七日晴，忽然下起了大雪，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我站在地球边，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。七月七日晴，黑夜忽然变白天，我失去知觉，看着相爱的极限。我望着地平线，天空无际无边，听不见你道别。七月七日晴，忽然下起了大雪，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七月七日晴，忽然下起了大雪，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我站在地球边，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。七月七日晴，我失去知觉。我望着地平线，天空无际无边，听不见你道别。哇，20多岁吧，可能。哇，这个年龄唱得这么好，不得了！完了完了，真不得了！太牛了，太牛了！ Reason V， 我们的肖俊是他的音乐首秀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。你之前有关注过我们天赐吗？我们已经来到第6季了。我个人是粉丝，还有我家人都是粉丝，所以他们知道你来参加天赐声音，其实心里也应该为你高兴。特别是我爸爸还有我妈妈，对，特别高兴。今天你自己满意吗？给自己打分？我觉得80分以上肯定有。80分以上。对。哦。所以你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关注到什么样的音乐作品，给你留下深刻印象？我有一首。 他不懂你的心，假装冷静；他不懂爱情，把它当游戏；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哎呦，对，这个是印象很深刻。不过你们选的这首《7月7日晴》，哇，大家知道年代吗？是2003年的。我4岁。我5岁。哦，哎。这首歌其实就是很有年代的感觉，对。然后包括我们编曲其实保留了他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我觉得我们2个人的声线也特别的合适这首歌，然后我们就选了这首歌，但是真的好难哦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天赐舞台上最有压力的一首歌。真的？哦，他刚刚问我紧不紧张，我说我真有点紧张。对，他说我不紧张啊。但说实话，你从彩排到现在每一场都特别稳，所以。 作为我这样的首次在这个舞台，我真的很感谢有哇，谢谢，我很荣幸，国内音综首秀，让我感觉到很安心，真的，让你有安全感，很有安全感，对，做好自己的部分，然后2个人1加1大于2。是，今天2位带来这个合作版，我相信也征服了大家的耳朵，看看是不是征服了我们音乐合伙人呢？问一下坤哥，小唐，其实我瞬间会有一些邪恶的想法。 我内心指的邪恶的想法就是，我希望他跑个调啊，走个音呢，出个岔子、小岔子啥的啊，搞个弄个瑕疵，让大家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样。太完美，但是他没办法，对，因为他每次都很稳定嘛。肖俊，我真的就很佩服你，因为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首秀，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建议，你的音量再大一点点就更好了。好，谢谢。 老有人说这个音综舞台靠修音，我真的可以打保票的说，姚小棠不靠修音。哦，他唱的什么样，播出来就是什么样。但肖俊我确实是第一次听唱歌，所以我挺惊讶。我说哇，他唱好好哦。对，因为他后面那个和声，哇塞，一直在飞高音，然后真假声一直在转换，就贼厉害。然后王鹤也贼高啊，好。没有，我在细品。
刚才我跟甄姐还在聊，就觉得说太美了。下面看这个画面，我觉得肖俊非常惊喜，太好听了，你太会唱了，肖俊，真的，全世界都要听到你唱这首歌。羡慕嫉妒恨吧，下一期是不是要邀请他合作一下？对啊，肖俊，下一次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来合作一首歌曲？迫不及待。哎，好，我们也共同期待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好，此刻我们来听一听建议堂各位老师的建议，有请。下面的发言只对歌不对人，如果哪个地方说的不好，两位老师多担待，好吧？肖俊，我是第一次听你唱现场，然后刚才你说你不紧张，我确定你紧张，你紧到那个嘴的咬字都已经张不开了。然后你说你的演唱打80分，我觉得也就及格边缘。这首歌是慢歌，但是它的副歌的歌词比较密，哒啦哒啦哒哒啦这种的，就你要真的跟着点儿唱，你就抢了。实际慢歌并不好唱。小唐在我心中是情歌小公主，然后长得又漂亮。我听你唱歌找不到问题，但我觉得找不到问题有的时候挺危险的，就让我想睡觉。一个艺人就应该不断地挑战自己，因为你在这个区域中已经太舒服了。如果你能把带节奏的音乐也唱得好，你才是我心中真正的歌唱小公主。我认为我并没有把情歌这块做到特别好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先把情歌这块做到我认为的那个好的点的时候，我再去尝试别的东西，不然我就觉得这儿占一块，这儿占一块，然后到头来什么都不好。没事，你在你这个年龄段，在我心中就是 No.1了已经。哦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你不需再纠结情歌这一块，这一挂你是头子，好吧？我希望小唐在未来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个人的真正高质量的专辑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肖俊他在接受的这个训练是那个系统的，他跟我们的那个系统是不大一样的，所以其实他一直在让。就是他在组合里其实要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，我必须要为他讲，因为他们里面不只要唱，他还有大量的跳的部分。本来我看到你的名字，我以为你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唱跳的舞台，因为这个才是你最擅长的、最有力的武器。但是你今天没有用你最有力的武器，就是单独拿唱这一块，我觉得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。谢谢老师。听到各位老师这样说的话，其实我有个想法，就是其实现实的评价是无价的。我觉得我有很多作业要做的，我很开心。我觉得我有很多上升空间。谢谢各位老师。两组音乐合伙人之间，到底这一轮哪一首歌会成为我们的待定金曲呢？有请我们的声音鉴赏团5位老师现场合议，给予结果。估计张靓颖看不了。哦，感觉上哈，刚刚的评价，对，如果我回去，我就会点这个歌听。对。音乐过然，滋补要先，开盖释放鲜活力，多阳光鲜虫草所鲜时刻。有请我们的建音团揭晓待定金曲。经过声音鉴赏团的一致合议，我们本轮的待定金曲为张靓颖、黄子弘凡的《只为你着迷》。恭喜靓颖，恭喜黄子弘凡，也要谢谢肖俊，谢谢小唐，有请落座。用掌声欢迎杨坤、王源，加油！这期我跟杨坤老师一起合作，唱一首歌叫《老男孩》。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好记。老男孩是一首讲人的歌，它不仅仅指代的是男人、女人，它指代的是任何一个人。我们都有逐渐变成熟、变衰老的过程，但请你不要因为年纪的长大而忘记自己的初心。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我今年25岁，我想问问坤哥，你的25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我25岁的时候，我是刚刚离开家乡，来到北京，一个人。来了以后，
第一梦想就是想做一张自己的唱片。到了北京，我就突然发现，你的生存都有很大的问题。梦想已经降低到住楼房，洗24小时的热水是你最大的梦想。对，对。从年轻走到上了年纪，这几十年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随着时间的这种流逝，少了一点点激情，但是现在我还有的就是认真的态度。在这个年纪还可以跟年轻人在一起同台演出，唱一些不一样的歌，我会用年轻的200%、300的努力对待现在的舞台。我现在就对我25岁的自己说一句话：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再珍惜自己的一些机会，再让自己努力一点，可能会更好。对。我跟坤哥年龄其实差了一个我了，但是我觉得坤哥依旧有一颗男孩的心。其实不吹捧的说，其实我愿望就是成为像坤哥类似你这样的优秀的歌手，有被人熟知的脍炙人口代表作。希望我真的是到60、70、70、80还能唱歌。虽然说那个时候唱的可能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，但我还有那口气，还有那个想唱歌的心，还有愿意听我唱歌的人。唱下去，我觉得这个会是我人生的一个终极的梦想吧。其实我觉得时间大把，只要你一直努力的做音乐，对。我们故意嗓音有一个年龄感，我是很沧桑的，经历了太多事情。你是这种年少有梦想，这样的声音搭在一起，你们就更有画面感。2代人2个年纪的跨度，不同的理解融在了一起，我相信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。当时坤哥说了句玩笑话，他说我负责老，你负责男孩。我想对坤哥说的话就是，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，但从未改变你的模样。青春奔流而去，任岁月风干，希望你在我这个年纪没有遗憾。那是我日夜思念、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？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注定我要浪迹天涯，怎么能有牵挂？梦想总是遥不可及，是不是应该放弃？花开花落又是一季，春天啊，你在哪里？青春如同奔流的长河，一去不回，来不及告别，只剩下麻木的我，没有了当年的热血。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，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，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？转眼过去多年时间，多少离合悲欢，曾经只在四方少年，羡慕南飞的雁。各自奔前程的身影，匆匆渐行渐远，未来在哪里平凡啊？谁给我答案？那是陪伴我的人啊，你们如今在何方？我曾经爱过的人啊，
现在是什么模样？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之后记得吗？任岁月风干，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，那时候陪伴我的那个，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？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，改变了我们模样。未曾绽放就要枯萎吗？我还有梦想。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，离去不会来不及告别，只剩下麻木的我，没有了当年的热血。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，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，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曾经来过？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扣几天吗？任岁月风干，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，那时候陪伴我的那个，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？如果有明天，祝福你。如果有明天，祝福你。亲爱的。哇，唱的好好啊！为啥咱俩哭成这样啊？啊？我想占用大家一点点时间，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舞台的走位的设计。因为一个人，你的青年时期和你的中年时期是永远不可能相遇的，所以最开始我跟坤哥一人站在一边。但是在某一个时间，可能午夜梦回想到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交错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对着唱，是一个青年时的想法和中年时的碰撞，但最后那个少年带着他以后的期许，但那个中年带着他少年时的梦想，我们两个和解了，一起往前走了，这是我们的设计。谢谢。我觉得，你先来吧，姐。不是我刚刚我不是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吉他一起我就有点感动了，然后王源的声音一出来就更感动，就是感觉好像我也是曾经看过他们的人生的那种感觉，感觉所有的故事和回忆都在他们的歌声里，所以我听完之后，我更多的是想到了我记忆中的人，我的好朋友们，可能好多现在已经都不在身边了。你说吧。啊，就真的唱得很好，我觉得，就是我曾经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，然后我那个时候有很多好朋友，我就希望，虽然现在大家可能在
不同的地方，在不同的境遇里，但是都可以好好的做自己，然后拥有幸福的生活。然后某一天，我们互相用某种方式隔着一些东西见到对方的时候，留下的更多都是祝福。对。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让我看到了音乐的最高境界吧。今天是2个男孩在台上肆无忌惮的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，非常畅汗淋漓的呐喊。我觉得这才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。所以说，今天我能来到这里，我觉得就是很幸运的一件事了。对，很幸运能现场听到这首歌。真的。对。坤哥，你会怀念自己年轻时候的模样吗？25岁，其实我会觉得，我如果在那个时候再更努力一点儿，会有一个更好的院校，让我去得到更好的教育，我觉得可能会比现在更要好一些。可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年轻人的这样的机会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嗯。但是现在的坤哥还是很棒啊，我觉得现在的坤哥也很棒。谢谢。你知道，因为像我刚刚看到他那个身体，他的状态，你会被他带进去。他整个人跟音乐、跟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包容、沉浸在里头的。我就有一种感觉，这个人生是我的，我现在就是要为自己这样跳、拼一搏的那种感觉，这样子。就是我跟那个年轻幼稚的我拥抱了，对，那种感觉，走吧。然后呢，人儿，他今天一开口唱歌的时候，我真心觉得他有长大了。之前有一阵子我会有感觉，我会觉得那个时期的他有一些困惑，可是我觉得他现在有解开那个东西。那我想说的是，那个时候的困惑的你，才会有现在如此成熟男人味的你。所以我觉得每一步都很值得珍惜。谢谢 Alex， 我觉得这也是《老男孩》这首歌的意义所在吧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们坐的这个位置来讲的话，不能有任何的立场，因为我们聆听就是要有一个最真实的声音。但是今天，我们好像没有守住这个底线。在副歌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人同时站了起来，就是那一刻的那种感动，其实它是一种生理性的一个触动，是让你有一种震颤。那我觉得这个震颤的确是来自于2位今天的演唱，是让我们觉得有感同身受。今天这个舞台设计很有趣，那个探照灯打下来的时候，我心里在想，那可能就是一束月光，那照着2个平行时空的人，然后王源是坤哥回不去的青春，坤哥是王源还没有到过的未来。我觉得一个真正高级的音乐作品，不应该让你心里想的是，这首歌的音准是怎样，这首歌的节奏是怎样，这首歌没有，就是那种感动是最基础的。所以今天我完完全全的 get 到了2位今天的整个在舞台上的情感，非常喜欢这个作品，谢谢。谢谢。刚刚唱完的时候，我听好多人在喊安口啊，我请求放一下他的无伴奏原声。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扣几天吗？任岁月风干理想，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，那时候陪伴我的那刻，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感觉，就是舞台很有限，但是那个天地辽阔，那一刻我好像生命在我眼前一个画卷展开了，所以真的是2个艺术家在我面前呈现了这么一段表演，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表演。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坤，送给王源。谢谢。接下来即将要来到舞台竞演的音乐合伙人是，让我们欢迎张碧晨、汪鹤野。哎姐，别人都在休息，你怎么偷偷跑来练歌了？哇塞，这里又漂亮又舒服，什么这么香？是我蒸的红薯粉蒸肉好了，我们一起来尝尝吧。真的吗？
哎，哦，你这么厉害，一边练歌还能下厨，最主要的是灶台还能这么干净。是因为老板研系这样纳米抗污，一擦就干净了，而且他搭载的食神大模型特别厉害。我只对他说了一句想吃红薯粉蒸肉，菜谱做法全部都显示的清清楚楚，还能一键烹饪，练会儿歌的功夫就做好了。有了老板研系厨房，天赐现场也变得像家一样，松弛感满满。咱们这次得整个厉害的了，这次的歌啊，在全网是非常火的，就大家很多人能够共情。用尽伤人的话去说，都没想能不能收的回呀。舍得这首歌，它就是讲的是一种感情里的状态，就是大家在深陷一段自己非常投入的情感的时候的一种境遇。姐姐，你觉得这个歌里的歌词哪一句是最能戳到你的呢？我还都挺喜欢，像我这般爱你，就该学会放弃，让自己卑微到土里。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有共情。对。我觉得都会经历一个自己非常非常爱的人。对。可能会受很多伤害，但是也收获很多。但是可能经历过一个这样的人之后，慢慢后面就成长起来，就不会再在爱里那么卑微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感情里受的伤害啊，其实可以算成一种积累。对，所以我们在爱里可能就是也是一门课程，我们要慢慢的学会表达，对，正确表达，是吧？这个歌它每一句词都很细腻，都在表达很确切的意思，每一句都要唱得很明确才可以。副歌这几句我们用来走近彼此，我是这么设计的啊，就是用尽伤人的话去说，我就这么拽着你，都没想过能不能收回，你懂那种就是难过，然后出口之后更失落，然后可能再抬头看一眼，然后自问到底舍不舍得，我们就开始往后退了。投入到这个歌里去唱，然后找到自己的角色，大家都是很直观能够感受到的，确实还蛮适合我跟贺野一起来唱的。天生好水，敬天赐好声。忘了谁先燃起战火，那无端的折磨，一切究竟为了什么？难道像我这般爱你，就该学会放弃，让自己卑微到土里？可是爱已成两人的理解，了解彼此，最能一挥就见血，用尽伤人的话去说，都没想能不能收得回呀。出口之后却更失落，也会更难过，这又是何苦呢？自问到底舍不舍得？自问到底舍不舍得？舍不舍得爱一瞬都成恨了，眼泪究竟是为谁啊？谁输谁赢啊？谁又真的在乎呢？反正都伤了。难道像我这样爱你，就该学会放弃，让自己卑微到土里？可是爱已成两人的利剑，了解彼此，最能一挥
泪就见血，用尽伤人的话去说，都不想能不能收的回呀，出口之后却更失落，也会更难过。这又是何苦呢？自问到底舍不舍得？自问到底舍不舍得？舍不舍得爱一瞬都成河了，眼泪究竟是为谁呀？谁输谁赢啊？谁又真的在乎呢？反正都伤了。用尽伤人的话去说，用尽伤人的话去说，都没想能不能收得回啊。出口之后却更失落，也会更难过。这又是何苦呢？自问到底舍不舍得？自问到底舍不舍得？舍不舍得爱一瞬都成河了，眼泪究竟是为谁啊？谁输谁赢啊？谁又真的在乎呢？反正都伤了。好，谢谢，我们掌声也要谢谢刘铮老师。谢谢周哥。这首歌唱起来很痛，但其实它只是形容两个人在恋爱中，我大声的冲你喊，甚至去骂你。当骂完的那一刻，你觉得后悔了，其实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过程。其实我们跟朋友、跟家人也会，就有的人他就好撂狠话，吵架的时候就会讲一些我怎么能戳痛你，我就爱讲这样的话。有的时候很多情感也真的会因为这样一次两次的狠话，最后就戛然而止了。所以碧晨，你生活当中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吗？有过的，就狠话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积累的，但是到最后可能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，分开也一定不会是因为狠话，它只是一种形式。那如果你还爱这个人，你还喜欢这个朋友，可能你确实不会因为他撂狠话而跟他分开。对，因为我是特别不爱撂狠话的人。维维，你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吗？有，其实，在更小的时候对妈妈说过这种狠话，现在很后悔，现在很少去说出狠话了。我是跟我爸，对，我小的时候，其实我父亲拿着铁锹，我拿着砖头，我们两个就是像仇人一样。现在呢，随着这个年纪这么大了，每次回到家里面，看着这个老父亲这个驼着背，头发也花白，完了以后跟你说什么，哪怕他是错的，那你也就听着，因为我父亲从来不夸我，他永远觉得儿子是一事无成的，什么都不是。那我回去以后，我就会用我自己的方式，默默的去为他做一些事情呢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跟父母有过一些特别激烈的对抗啊，我就觉得陪伴着他们就好了啊，就是这样。这首歌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
碧晨姐那一下真的也把我抓住了，我当时我眼眶已经全是泪水了，就那一下我特别感动。哎，你可以清唱出来吗？因为我知道这首歌你自己也非常喜欢。我特别喜欢。听听你的清唱的版本是什么样一种感受？可是爱已成两人的利剑，了解彼此最能一挥就见血，用尽伤人的话去说，都没想能不能收的回啊，出口之后却更失落，也会更难过，这又是何苦呢？哎呀，真是。此情此景，我觉得恍惚回到了去年，我当时点评《何物》的时候，那一天是个搞笑废物。这首歌表现得不够好。时过1年啊，几乎是差不多风格的歌曲，然后给了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。然后碧晨声音里面饱含着感情，这是最打动我的地方。但是同时，王鹤野的状态非常的稳，我听不到一丝的往前抢的那感觉，就唱歌唱到这种甚至要往后靠的这种状态，就感觉你成长了。这个给我的感动非常大，所以这首歌让我非常的纠结啊，因为很打动我，和老男孩在一起比，我不知道怎么选择，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应该怎么选择这2首歌。所以此刻呢，我们要邀请声音交响团的5位老师现场合议。本轮的待定金曲到底是《老男孩》还是《舍得》？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，我宣布本轮的待定金曲为杨坤与王源带来的《老男孩》。恭喜杨坤，恭喜王源，也要谢谢碧晨和鹤野。刚刚的演唱太爽了，感觉又看到了不一样的你们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某一些方面跟我还是蛮像的，特别是说在这个舞台上有各种各样的风格，也是我一直想要尝试，不断的去刷新自己，去刷新经典。对，其实摆在我们这一代歌手面前有太多的经典，那我要怎样创造属于我的经典呢？所以其实天赐也是给了大家一个舞台，给了大家一个创新自己的可能。对，继续尝试新的东西，要唱就要唱到爽，要爽就要爽透。没错，要爽就要爽透，来一瓶透心凉的雪碧，每一刻都活出你的爽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 Ella、王蓉。Ella 会熟悉一下你的唱法，属于我们的舞台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蓉，太久没有回到就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，好久以前了，有10年多了吧，10多年，几乎就好像没有怎么参加音综。当别人都在听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叫好不叫座，就我拿了奖，但是好像老百姓并不是广泛的认可。然后 OK， 那我就做一点，让大家真的认识我的音乐。我不是黄蓉，我告诉大家我是王蓉啊，我不是黄蓉。我不是黄蓉，我不会。和中国台湾当时的唱片不太一样的是，中国大陆这边的原创音乐其实它能够有的路并不多。那可能那时候我看到的只有彩铃就是彩铃时代。我觉得也是一代一代的一个潮流的一个自然过程，你已经在浪上走过了，那自然会有个退潮的时候。除了小鸡那段时间，那中间其实我一直没有停，我一直在写歌，也发行了一些歌，但是发现确实市场反响不好，就是被沉底的，你是看不到的，就是有一份不甘心，所以我就一直在做音乐，我没有放弃。天
次的生命是一个很高级的舞台，终于我有这样一个舞台的满足感，希望多唱一些歌。我真的很开心，我必须说，你真的值得回来这个舞台上，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唱很多好歌，像我们这次要合作的这个舞台《心跳》这首歌。你的眼神充满魅力，带走我的心跳。王力宏版呢，它是一个有点小 R&B 的感觉的一个慢板抒情歌，所以我们想是不是可以让这首歌的节奏律动更加的激烈，加上我们俩的和声跟 free 的一些东西的叠加在一起的效果，就会让这首歌变得兴奋起来。好久没登这么大舞台了，你可以，你也可以，你绝对可以。OK， 你听我的声音没有太 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对对，谢谢，好棒，好玩，好玩。我们两个人，好玩。就我跟 ella 一见面就一见如故，我们俩就抱在一起，就是好像已经认识很久了，一下子我就之前的那个合作的那个心结就解开了。到时候我们在舞台上可以有一些互动。我这块我其实也正好要跟你商量，就是当我们在中间跳完 dance break 要跳这段的时候，我们俩是向两边走。对，我们要有眼神交流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好看的舞台眼神一定要交流。我跟 ella 比较适合当组合。我们要在同频的状态。所以这一块，比如说想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聪明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我们走，不给你透露太多，是不能给你听太多，要听正本的，就是看节目。对对对。没有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。爱情的发尘，你难以回头，却无法往前走。但心不要记住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？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？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？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？你的眼神充满魅力，带走我的心跳。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走我的心跳。Come on， 一转时光。
夜深了，需要来点动感的。哎，这个舞台可以有这么多东西啊！我第一次看到还有烟火。哇，二位是第一次来我们天赐的声音，然后这样的音乐合伙人搭档的形式也是第一次。第一次，对第一次当演唱会在玩的，是吧？对，只知道全程其实艾拉给我很多的鼓励，而且跟我讲，这个舞台就是要带着玩的心态，享受它要了享受这个舞台，观众才能感觉到我们的能量，对不对？对，谢谢。其实整首歌大家应该有感觉，它跟原曲真的非常不一样。原曲是比较慢一点的 R&B 的感觉，然后呢，这一次就是做了一个舞曲版的。那因为姐她也是一个唱跳的始祖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她真的是唱跳始祖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合作。王蓉，我们也很关注你哈，但是关注一点，我们发现你的社交媒体在22年好像就4条动态，23年就2条动态，所以那2年干嘛去了？一个歌手，尤其是创作歌手，他会有一个阶段，你会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沉淀了。比如说你看到你发了一些歌，却没有听到回声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困难期，他会突然迷茫，就是说我自己了，所以就会有一种失落感。但最近几年，我发现我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进展，就是我开始用新媒体去跟我的粉丝有交流，甚至还做了一些直播。然后我发现，原来我不是孤独的，我不是一个人。是啊。我要做的只有一件最简单的事情，就是不要停，不要放弃，一直做下去，总有人一天会有人听到你，就像现在一样。所以，我非常感谢天赐的舞台。然后让我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我，因为我真的很想把我的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，然后有更好的舞台回馈给大家，然后我也会把我这份不甘心、不足够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我70岁、80岁。然后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挖掘，永远，所以永远不要放弃，答应我，找到自己的闪光点。陪着我们一起变中年，变老年，优雅的老去。我觉得《心跳》是我喜欢了很多年的歌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它长今天这个样子。这是我第一次听艾拉姐唱歌。其实听艾拉姐的组合的歌是非常多的，然后刚刚她张嘴的第一句，其实我是很恍惚的，有一种我的青春回来的感觉，带我回到了那个千禧年代，就是让我真的很感动。我觉得王蓉的精神一直我觉得很好。我去听你以前的歌曲，比如《小鸡小鸡》，哇，我觉得这样去做歌就是不顾自己一切形象去奉献给艺术，就把这个歌要把它做的尽量吸引人，或者说让大家记住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啊。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，王老师。就是《小鸡小鸡》这首歌，你认为很好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好，来了，来了。实际今晚的舞台很绚烂，但是王蓉老师的这个演绎挺糟糕的。对，艾拉老师唱的很好，还是那个当年让我听到模拟唱片当年那种感觉的质感，但是王蓉老师。您唱的让我感到了有一些低级，因为刚才这位王老师说了小鸡这个事，那我就顺便提一下，您出道的时候我就听过您的歌，实际出道即巅峰，但是您的音乐审美一路小下坡，一直下到刚才他说的小鸡小鸡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王蓉老师能够做一点优质的音乐作品。我想补充一句给庆阳老师，就是王蓉的表演风格其实有一种说法叫做情绪饱满式表演，她就是用最饱满的情绪去带动观众。每一种音乐表演舞台它是不同的需求人群的。那您就继续听您的小鸡小鸡，好吧？那您就继续听您的小鸡小鸡，好吧？我这首歌《小鸡小鸡》，我知道它会受欢迎。它这个欢迎可能有2种声音，一定是打架的。其实我们就谈到一个音乐人的生存问题。
那时候小鸡对我来讲好像是个转折。我们在有很多的乐评人非常不喜欢，很多的粉丝、光们的观众可能甚至厌恶，对，都会觉得这首歌简直就不能听，太刺耳了。OK， 没关系，但它确实给我很大的收益。到现在每天我以2到3个授权的情况下去推广这首歌，就是会有一些商家会专门要定制这首歌来改词，所以这是唯一的一首是我真的赚到钱的。这是非常现实，我可以在这里讲，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可耻的。总体来讲，我们得先活着，啊，然后我们再去，我们用这个钱再去买设备。我小鸡的钱1分没花在我身上哦，我都是花在了设备上。我去自己研究编曲，然后录音，然后基本上全套都会抡下来了，很累。突然觉得好想哭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勇敢哦。我们也听到了背后的故事，而且好真诚哦，这很赤裸哎，这个是很内心的东西哎，这太勇敢了哇！是在我最困难那个时候，我也是，你看我无所谓卖过6、7次，别人唱了6、7次，知名的歌手都没有唱出来。如果要是没有去卖一些自己的作品，或者自己的作品有收益，不管是小鸡还是别的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的生存都会有问题，可能你的理想、你的标准，你就慢慢的妥协，到最后你为了住上楼房、洗24小时的热水澡，好像那就已经是你的理想了。你的理想会慢慢的妥协。我觉得这个是艺人在我们最贫困的那个年代，这个问题是必须要温饱的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。我就是这么干的。对，不是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吧？我其实不太想再多说这个东西。当你拥有这个流量的时候，就像王蓉姐，最近她有了一些流量，所以她来到《天赐的声音》了嘛，就这么简单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。所以我觉得赚钱这件事不丢人，但重点是，他赚了钱以后，回归到音乐上。没错。但是我相信所有我们的建议团老师都是发自内心最善意的一种讨论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此刻我们也听一下现场观众你们的心声，来，有请。我叫奥斯卡，然后其实最近的话，我本人也陷入了一个人生的低谷。我在职场上遭受到了言语上的侮辱、造谣。我是偶然听到他唱的一句歌词，他说1万吨不可沉没的浪。就是让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丝涟漪，那一刻我就仿佛感觉我的人生至暗时刻得到了一种救赎，所以我才决定我勇敢地提出了裸辞。我还是想像刚刚王蓉老师他们唱的那首歌一样心跳，我想跟着我自己的心跳，为自己做一次人生的选择。然后最后我想对王蓉老师说一句话：1万个人否定你，我也会爱你。谢谢你，奥斯卡。也请你在自己的生活里继续加油，加油。OK， 谢谢。也要再次感谢不断通过音乐给我们带来力量的2位优秀的音乐合伙人 Ella 和王蓉。谢谢，继续加油，请落座。接下来有请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，有请唐薇薇、刘宇宁，加油！辛苦各位了。一首好歌，一口美味。老板研系厨房，让我们享受松弛一刻，慢下来，遇见新灵感。来聊一聊这次的创作吧。欢迎谭维维，谢谢。这次也是跟刘宇宁的一个合作舞台《野人》。对，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挺浪漫的，虽然它的编曲和整个表达的状态很嘶吼。是你选择的生活，躲在山里看烟火，守着那烂泥坨。《野人》这首歌呢，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难唱的歌，它的音乐跨度很高。比如像唯一的落脚处，他们说是，马上翻一番，对不起。而且你要把这个野劲儿如果唱不出来的话，这个歌会有点垮。这个歌其实是很难拿捏的。很开心跟姐合作，谢谢。因为我就是很想唱一个燥一点的歌。
内心可能住着一个这个摇滚歌手。对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野释放的这种东西。我真的觉得这个歌太浪漫了，像花儿一样自由，我觉得都是大家追求的了。你觉得它是那种释放的那种浪漫？但是我觉得我听了所有的版本，都还是很克制。还克制呢？对，我觉得我们俩这次应该把那种浪漫和那种燃烧到极致，然后把烦恼真的就是烧掉。好。从这个歌的情绪来说，就不是需要克制的。面对烦恼，你还克制什么？就把它干掉就好。我们这歌其实主打一个理念就是释放嘛，解压嘛，逃离。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，会不会想要就是做一些小小的互动方面的东西？咱们弄个什么环节，到时候咵一个惊喜，观众有那种共鸣和参与感，互动一下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大家好。今天前来呢，有一事相求啊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烦恼，我也有烦恼。对，我早上就选择去跑步了，我把我的烦恼喊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这是你解除烦恼的一种方式。对，现在我就很高兴，我看到你们更高兴。那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烦恼？对，我们在舞台上会跟你们有个互动，然后呢，你把你们的烦恼写在这个纸上，在舞台上可能就通过那种装置，然后发射出来。当这个打得满天都是的时候，你们的烦恼也就随之消散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不好？愿意写吗？谢谢。好，愿意来。好，那我们传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传一下，可以往后传一下。谢谢姐姐。我觉得应该释放，也不应该有那么多框架。我们要把烦恼给击败，希望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吧。至少这首歌，我觉得目前为止，千次的声音6，我觉得应该是霸榜最极致之燥的歌曲。没有选择进入村落，所以山顶是我唯一的落脚处。孤星暗火，它伴着我，是我选择的生活。再看一次清澈的河，能够亲手摘下一次自己种下的果。他们说，是你选择的生活，我在山里看烟火，守着那烂泥土，不再借世人的手替我开拓。原野的花不多，也能够耐住寂寞。怎么那么想我？再看一次清澈的河，能够亲手摘下一次自己种下的果。他们说，是你选择的生活，躲在山里看烟火，守着那烂泥土，不再是世人的手替我开拓。原野的花不多，也能够耐住寂寞。怎么那么想我？我在山里看烟火，守着那烂泥土，不再借世人的手替我开拓。原野的花不多，也能够耐住寂寞。
跟你讲，摇滚真的很棒，很燃，太棒了。我刚差点晕在台上。就是缺氧，就是缺氧的那种感觉，还有点低血糖带点。是我手都唱麻了都。哎，刚才我看到好像有特别的设计，是不是有这个纸花蹦蹦蹦的？对，有的。哦，哎，在这里，我来，来，哎呀，里边有字儿啊。那个，因为我们在想这首歌，其实带给我自己的感动是什么？哎，我想每个人都有烦恼，所以我们在想，是如果有一首歌有那么3分钟的时间，哎，我们把我们的烦恼写在纸上，就通过这一首歌宣泄出去。是的。哎，大吼出去，哎，可能我今天烦恼就会少一点。你们的烦恼现在都没了，因为你们烦恼都在我们手里呢哈。现在咱们那个随机的挑选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裸辞，家人一直反对，但这一次我想为自己而活，做一次自己的选择。奥斯卡，哇，也太幸运了吧，2轮都 Q 到你了。爸妈，我一直以你们的方式生活着，孩子们健康快乐，我想为自己活一次。哎呦，看来是有很多故事哈。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境遇，别看你们在这里都鼓掌啊欢呼，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但是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希望暂时忘掉那些，或者来这里吸取一些能量，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力量，对吧？所以刚才那首撒野性质的歌啊，有没有点燃你的心？我岂止是燃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就现在觉得这个沙发的弹簧太好了，我第一次感觉到一弹就起来了。对，确实，对。他们有很多的设计，我都不知道，可能音乐还没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的设计就开始了。因为雨儿一上来之后，拿他那个话筒，就是感觉他话筒在他手上很小。兰花指吗？我不是吧？然后下一秒，我可没见过你这个状态啊！太牛了！我觉得，因为这首歌叫做《野人》嘛，我觉得是一个全方位的野。首先，这个舞台够野，然后这首音乐够野，而且我觉得2位的声音够野，演出状态够野，所以我觉得好野，好野，好喜欢。哎呦，这个表达好可爱啊！刚刚大家听这个歌听得爽吗，朋友们？爽！你们的烦恼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处理掉了。我有一个烦恼。哎呦，你咋有烦恼？我丢了个戒指。啊？真假的？对，我现在戒指，我一会儿我再找找。送你一个，送来一个，啊，帮你解决这个烦恼。谢谢，非常过瘾。对。然后我有注意到一个小细节，刘老师在唱他们说的时候，往前走的时候跪下来，然后有跟谭老师的一些交流。真的，那稍微一下跟谭老师的一些那个视线的交流之后，就完全不一样。感觉真的把你想表达的都完全表达出来了，然后我很荣幸今天听到2位前辈的现场，谢谢。谢谢。这首《野人》是我记得是在去年我们有歌2024上首演的综艺首演，那个时候我还觉得，哎呀，怎么那股力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？但是今天这个舞台，我觉得力量已经过饱和，就是饱和式轰炸我了。天哪！如果是谭维维这样，我觉得很正常。但是我没想到刘宇宁能够撑得住啊，在谭维维的合作中能够不落下风，那个声音能撑得住，我觉得太难了。刚刚王老师在说哈，因为我觉得他是之前可能没看过宇宁的直播，啊，我是看过的，因为以前早期听宇宁唱的时候，这就是他的舒适区，所以你俩唱歌都在一个舒适区里面唱。我没啥可说的啊，我想比个手势，那个手势是怎么比的啊？是这样吗？这个。这样。Rock and roll。你那是 Spider-Man。哦，这样比错了。我觉得今天的舞台都特别极致哈。首先从第一首歌，它是一个极致的一个唱功，
极致的一个编曲，然后到老男孩它是一个极致的一个情感体验，到今天还有这最后的一个现场是一个极致的一个舞台现场的表演，所以我想说，今天可能这个投票会很难。没事，还好我们有5位我们的声音鉴赏团的老师哈，总会有一个结果的。此刻我们先把这一轮的待定金曲评选出来。我说实话，最惊喜其实是心跳，因为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那么编。但我会投野人，我也会，很棒，很棒。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决定，本轮待定金曲为谭维维、刘宇宁《野人》。恭喜维维，恭喜宇宁，谢谢。天赐的盲盒在舞台上即将迎来我们神秘的盲盒歌手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他。恋恋不舍，又念念不忘，被汹涌浪潮淹没，覆盖了属于我最孤独的海洋，迷惘的游荡，不知去往何方，支离破碎或遍体鳞伤，淹没成匆匆过往。一幕幕的相逢都不甘于平庸原谅我，此番不经意的设防，跌跌荡荡，你占据我的遐想，封上你路过的窗，你的身影来来往往，穿梭在无人演出的剧场。若想念是凋谢的云，乘着风也飘向你，在你耳边低语，像沉默的大字记，满怀热烈情绪，写不出会别离。太爱你，到最后我只好小心翼翼，偷偷靠近，触碰你那透明的心，猜你起风的表情，只写下开篇的执念。好听，声音很好听哦，音色清纯哦，太好听了。自我介绍一下好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以慧，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，然后现在在浙江音乐学院上大3。哦，之前高中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其实就有看过天赐的声音。哦，天赐在马来西亚有播。对，2020年就开始播，就一直都有在看。哦，所以从我们最早的时候就一直是我们的这个观众歌迷。但你刚才唱的那首歌好像是王鹤野老师的，对吧？对。哦，没错，是你的鹤野，就是我素未谋面的网友。这个是我在2021年4月份发布的人生第1首情歌，结果呢，在我发布之后，这首歌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啊，好像时隔不久，我素未谋面的网友发了一个版本，结果迅速这首歌被大家广为流传，出圈了。没错，就是以慧，就是以慧。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让我看到了这首歌属于它的另一部分的样子，所以我很感谢以慧。我看到他，我好像看到我曾经的自己。我最开始出道的时候，我也是上一个这样的节目，然后在所有歌手都演唱完之后，我上去唱半首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，所以我觉得
那我懂那种等了一天，然后最后只能在舞台上展现这么一个机会的那种不易，所以我也希望可以给他一些鼓励。我觉得，因为首先他唱得很好，所以呢以后也会很棒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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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老师。当然，来到这个舞台，我们也有可能会期待着更多的可能性，因为已经听到你的歌声。我们的音乐合伙人老师，如果他有这个想法跟你合作的话，一定会跟你联系，也期待着你再一次回到我们天赐的舞台。好，谢谢宇慧，谢谢你，期待着我们再次相见。谢谢。本期我们天赐的声音，所有的音符归于寂静，但是真正的角逐其实才刚刚拉开帷幕。要在3首我们的待定金曲里面选择1首成为我们本期的推荐金曲，把这个难题交给我们的建音团各位老师，请5位老师现场合议给予结果，同时也有请所有的音乐合伙人来到舞台。哇，来吧，要头痛了。好的，此刻我们建音团的5位老师正在紧张的合议当中。挺难的，挺难的。对，干起来了。哎，别吵起来了，打起来吵起来了。哦，有了，有结果了吗？现在？结果没有，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分歧。然后我现在可能会有一点事儿想跟导演交流一下，能不能请一个我们现场的总导演跟我们来沟通一下？来，有请导演跟我们的建音团老师，啥意思啊？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，为什么会如此的纠结？他们是吵起来了。知道。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是唱得太好了，唱得好，不知道咋办了。他们2比1了，我估计是。完了，导演来一票。好的，现在有请我们音乐合伙人和我们的观众共同来见证金曲时刻。有请我们的声音鉴赏团老师派代表给我们来公布结果。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，我宣布，本期推荐金曲为张靓颖、黄子弘凡带来的《只为你着迷》，以及2个。杨坤和王源带来的《老男孩》双金曲。我要先说一下为什么每一首歌都值得被尊重，每一首歌都值得被聆听，我们不想有任何遗憾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辛苦啊！虽然这个结果很意外，但也是一份礼物。每位音乐合伙人都值得给予掌声和欢呼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东阳光鲜虫草甄选时刻。本期我们已经达成了100分的能量累计，成功解锁了本期的公益拼图。现在有请我们金曲获得者为我们来点亮这块公益拼图。继续关注我们天赐的声音和东阳光鲜虫草官方账号，以及去东阳光鲜虫草品牌门店线下打卡了解详情。积极助力每一份天赐先生，都是一份滋养，一起期待梦想绽放的那一刻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一期天赐的声音不见不散。欢迎王宇宙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这必须得在凌晨唱的。你们必须得压轴。是的，非常应景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是长辈，你们在干什么东西？我半夜睡不着是干嘛呢？看天赐的声音。那你看完之后是催眠呢？你的意思是吧？每天都看，看有学习。请坤哥单独 solo。用甄姐的歌来跟她表达一句话的话，就是终于等到你，我唱什么歌都可以。
其实我的感受跟甄姐很像。那我其实接着甄姐说的，就是其实，在我们整个这个歌曲里面，她一直在经历着一种怎么说呢，算是就是自己折磨自己也好，然后自己一直反复的在2种状态中去横跳。就像她刚才有说到，比如说好像因为某个瞬间觉得彼此的关系明明更进一步，但是又因为很小的那种细节，因为就是作为一个很敏感的人来说，他会很敏感每一个小的细节，他会突然觉得啊，好像大家明明好像又很疏远，然后他会在这种状态里去很煎熬，但是他内心知道一个瞬间，就是因为他真的很在乎对方，而且就是我会觉得说，就是我们在演绎的过程中，我们虽然有去到彼此在的原来的位置，我们交错了，但是其实中间像是隔了一个那个无形的墙，其实我们真的不一定知道对方还站不站在那里，或者是否有没有站在那里过，但我们都希望彼此在，就是有这种感受。真的很棒，非常丝滑，然后让我感觉到我在欣赏的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歌唱表演，更像一个音乐剧，给我带入很深。然后甚至有一度呢，我就好像有一点幻觉，我说这个好像旁边应该还有一些道具，然后2个人在演一段故事，然后甚至还会把我带入到我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阶段，这个忽远忽近的阶段，既纠结又有同频，所以这种东西在一起是在拉扯的，和他们的声线以及他们的感情的表达、声线的表达完全契合，就是整场就是非常成熟的舞台，真的为你们点赞，我也是见识到了，学到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当然也可以松一口气啊，因为竞演的音乐组合并不是你们，而是我们的威神 V 肖俊和我们的小唐，对不对？所以2位看到这个舞台表演，我想问一下，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天赐的肖俊，你的感受？其实我跟王勇老师差不多的感觉，因为是第一次，特别新鲜。对对对。特别享受。对。还有我觉得王子辛苦了，这首歌跨度特别大。对对对。又低又高的，我做男时候肯定就知道有多难。张老师也是第一次见面，也当然知道是非常厉害的前辈。所以我觉得是无可挑剔的一个节目，一个舞台。说一下跟肖俊合作的感受。一开始还是有點腼腆，但是我知道他是廣東人啊。哦，廣東人啊，係啊，老鄉啊，係咪？我第一次聽你說粵語啊。我不會講粵語，不會，我不會，但他會，對。啊，對對對。對，少一啲啲啦。哇哇哇 yes。一啲啲犀利嘅感覺。咁樣講，咁講，廣東話教學時間啊！但是在音樂裡面，我們真的感受不到說你們才第一次合作，第一次碰面。謝謝。對，其實我們彩排也很多遍，然後我們也有在磨自己的和聲，對。然後他是一個特別，我覺得他特別的專業。哦，怎麼講？說一些細節。因為我們昨天彩排的時候有錄視頻嘛，然後我的團隊就跟我說：你別再擰巴了，因為我4件套嘛，然後他就是屬於那種每時每刻都很有自己的那個感覺，然後表情管理特別棒，你知道嗎？大家可以回看他的表情管理，就是特別好。對，這我真的要向他學習。是不用咋管理，那個輪廓，哇，那個線條好帥哦。對。謝謝。因為也是出道那麼久的話，也是經歷過很多直拍。對。對，有直拍的話，所以就要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管理好自己的表情，其實都訓練出來的。對。但是也是對這個一種職業的一種尊重和反饋。是，謝謝。那剛才提到你是廣東人，對不對？對。你可不可以用粵語跟大家來唱一些粵語歌？啊 ，OK。由始至終，只有你一位難以代替，愛得多仔細，靜看着對方無言語，仍然是個安慰。明天世間怎去作估計和你默契？我一生一世是你令人生能完美，誰人及你等於我一切。好聽，粵語歌本身是有一種魅力的。希望作為廣東人，我們的肖俊也可以有機會，下次用粵語歌找一個搭檔一起來合唱。一起嗎？我可以為了你學習粵語哦。當然，我們也很期待啊。OK。其實大家都在說表情管理，我覺得表情管理只是我們看得到的
一点点外在，其实我觉得表情管理的内在其实是为了舞台的精益求精，这是我们看得到的，在每一分每一秒的打磨中，我觉得不管是肖俊还是小唐，在我们看到的地方都很完美，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其实是他们在台下面，虽然说2个人昨天刚见面，但是各自在台下，我相信都练了很多遍，对每一个音的把控，对每一个音的处理，其实都是想了千遍万遍，这是我们看不到的，所以说在台上才能有这么完美的组合。谢谢。我觉得小小唐唱歌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细腻，他不仅仅是稳，他第一段副歌的那个收尾的那2个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，非常美。哎，我应该怎么说呢？我就觉得我就特别想坐1排去。就真的觉得我想要近距离看他们的每一个细节，因为这里太远了，我看不到你们的表情。但是我想说，大概的那个氛围感、表演的那个状态，然后开始往前走，一个人停留在原地，一个人离开，然后刚好配合的那个歌词的那个间奏那里，他想的啊，对，就是肖俊，你说你第一次在台上，就是这个综艺的初舞台，我都有点不太相信。那你觉得你要是到了52岁的时候，跟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觉得你那个时候你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我觉得随着时间一点点的在走，年纪一点点大，我觉得看很多事情的态度或者是看法也会改变。他那个时候可能更成熟，然后有稳定的事业，还能有人听我的歌，我还能1年开几场演唱会，每年还能写专辑，这就很好。很好，对。如果是有这么一个时空对话的一个装置哈，说52岁的王源要对25岁的王源说一句话，你想表达什么呢？哇，我觉得，会说坚定你的选择，不要受外界的任何干扰，因为是你，所以才成为了现在的我，所以你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在52岁相遇，所以说就是坚定自己的选择，做自己爱做的事。因为这首歌有一个背后的故事啊，二位其实在选择这个合作舞台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选择，并且他们也做了一些尝试的选择，但是最终非常坚持坚定的一定要选这首歌，为什么？这个歌首先是王源选的哦，后来呢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因为我今年我是52岁，王源是25岁，所以我们中间的年纪跨度太大。这首歌的唱完呈现出来的意义远胜过他在台上表演的意义。我觉得其实让大家为什么会唱完会有一些感动，就是从25岁到52岁这个跨度，我经历了一些东西，完了有一些经历，他正在经历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一听到这首歌，我觉得王源真的是一个非常很聪明，完了以后很有情商，同时又觉得我们2个唱这首歌一定会有一些化学反应。首先，我觉得这歌选的是对了，对，是坤哥唱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有感受。第一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录之前不是看了15秒那个视频嘛，然后去回顾了他很多当年的那个感觉，当年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演出。其实我就在想，我到了坤哥这个年纪，我是否还能够有这个能力站在舞台上去唱歌？我是否还能追求现在拥有的梦想或什么的？我不确定。但是坤哥算是我的榜样，我要向你学习。对，然后王源，我真的是，我觉得就是比如像我，因为我也是歌手嘛，咱们属于同行。我在看一些演出的时候，我就深刻能感觉，他们唱得很好，他们演得不错。但今天我觉得王源是，我看到他走心了，对他其实他是真的走心了。其实那一刻，当我看到他那个状态的时候，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会给你带入进去。他今天真的是在走心唱的一首歌。其实那个时候什么技巧什么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，对，就是让我看到了最真的那个他，然后也让他就是一个很好的释放，也深深打动了我，真的不错，棒棒棒。我想问一下王源，坚持这首歌以及这首歌里面哪一句歌词打动到你？有一句是我曾有梦想，后来我改成了我还有梦想，其实就这么简简单单改了1个字。
那一段是我跟坤哥对唱的。我在想，我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，包括坤哥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？但是，就像宁哥说的，我们今天唱了，我觉得是走心了，我就觉得这个很打动我。自己也被感动到。就我听第一段的时候，我马上转头跟黄子说：“我说我听第一段，我就立马被带入了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然后到后面，我会觉得他们在从互相望着彼此，然后到站到对方的立场的位置上，再去观察彼此和自己的人生，然后得出了很多的感慨得与失，然后时光当中留下的和带走的。我没有想到一首歌当中能包含这么大的信息量，我就觉得那个氛围到那个点儿了，我就是控制不住的，我就想站起来，我就想，然后结束的时候我说，这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局，像是演唱会的一个结束，然后所有人觉得，要不我们喊一个 encore 吧，就总觉得应该要继续。这首歌你觉得它没有完，所有的故事，所有的音乐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它形成了一种循环。也是最开始那个吉他一出来的时候，我说这个吉他听起来好复古啊，它没有任何就是过度加工的东西，它在往旧的一些味道，一些老味道，一听啊，应该是那个年代的东西，但是它又不是老的。它有一种又新又老的感觉，但是就会给人满满的回忆感。然后到圆儿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第一段我立马就进去了。对，我一开始我觉得我看这个歌的歌词的时候，我还在想说，哎，这首歌我可能之前没怎么听过，但我1秒钟然后到副歌之后，我已经完全看不看歌词不重要了，我就合上了，我就想看这个演出，这非常非常的感动。谢谢珍妮，谢谢。我觉得坤哥对我而言，他就是一个神级的人物。然后呢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现场演出。然后我刚刚在台下的时候，就非常的兴奋跟期待。然后刚刚看到他那个身体，他的状态，他整个人像刚刚有一个爬音，他整个在音乐里面那个状态，你会被他带进去，就是坤哥的魅力。所以他没有办法做表情管理。你们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他一到，有时候你吃到一个酸的东西，你就是，或者说你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，你就会这样，这个时候你做什么管理？你就是真情流露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真实的情感。对，艾拉说的特别对，特别好。我觉得首先刚才就是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以为自己没电了，但是刚才那首歌感觉又唤醒了这个你说的备用电池。就巨嗨巨炸，而真的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其实有的时候，音乐跟舞台的魅力就是，它可以在你认为自己好像已经没有那个力气，在生活中的某个节点或者某个状态下的时候，它又可以让你重新充满电。它可能只是那样的一个瞬间，或者说一小段时间，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自己。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非常惊喜。王蓉姐，这是我第一次听王蓉姐的演唱，我觉得2个人完成这样一个非常耐听的作品，其实是互相 match 的。我觉得王蓉姐在这首歌里面表现的是一个穿针引线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妙。其实这个编曲的层次，更在于歌手能不能驾驭得住。我觉得王蓉姐这次表现真的让我很惊喜，我也向你学习，谢谢老师。还有刚才这种快乐，我觉得今天晚上音乐告诉我们的就是它还是真的是骗不了人的。然后刚刚那个快乐直接传递给我们，让我们觉得充电了。对，让我们觉得我们后面还是很有信念感的。因为说实话，我之前都是唱的第一个，我觉得太爽了。是。今天是最后一个的时候，我说怎么办？但是看到他们刚刚那个表演，我觉得哎，我们真的还要再燃起来。对，因为他们给我们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那种能量，我这个是很难得的。对，谢谢，谢谢。所以你有自己生活当中撒野的一面？有，就是我撒野就是疯狂的逛街。
你要小品啊？不行，我买演出服，像这件衣服就是前2天逛街买的。哎呦，对，用上了，为我自己准备一些这个服装上节目什么的，我就会想要说。就是逛1天，逛得很累，然后回家觉得哦，我就是可以下一期节目可以穿的这一套上去跟我们的这个老师合作，开心啊，就这种的，我会这样撒野。其实你看这个平时生活中撒野也是跟工作相结合的哈。好，我觉得台上的各位哥哥姐姐们和台下的观众们都是非常幸运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听到的这套声音系统是国内最顶尖的声音系统，这个是刘卓老师的团队 V Band 的，大家给生活乐队老师一点掌声好吗？就我们能听到一个这么大的声压级，而且它的一些乐器都归得特别的明细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幸运的。然后今天我对宁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，就是宁哥真的是一个6边形战士，就是什么都可以唱，然后又会编导，又会演戏。宁哥的声音其实是特别的入话筒，这就很考验他的音色的控制。我觉得他在这样一个上来是电子的编曲进来，我觉得他那个音色控制的特别迷人，就一下子就能把我抓进到这首歌里。然后维维姐其实是我上一次和她唱《狗尾巴草》，其实我是感受不到现场 PA 出来的声音的。这次其实她唱完之后，我对上次演出也更加有自信了，因为维维姐实在是太棒了啊，她的高音实在是太辽阔了啊，像是宁哥像宁哥的购买力一样啊。行，谢谢，非常过瘾，对。好，谢谢何野的分享。真的就是很虐，从一开始他们俩虽然是慢慢的进来，然后到后来激烈的对撞，然后2个人的一种对话，我们甚至听到了有对骂的感觉。虽然大家没有脏字儿，但是内心在骂，然后就是互相的那种战斗。然后我觉得2个人都在渡情节，然后就会那种撞击，让我也感觉到我是感同身受的。我们的内心其实有很多非常强大的力量，这个力量是被放大了，用什么？用音乐放大了。其实我们平时就像碧晨说的，我也是那种不善于去说狠话的人，有时候会克制，就说什么体面什么，所谓我们要有一点体面在这里，要求自己。但事实上，我们的内心是那种撞击，是没有办法释放。那刚才2位在演唱的时候，可以听到，我甚至听到了哭泣，然后我在想，他们是在有点哭了吗？我听到了喘气的声音和要控制的那种声音，它不是常规意义上完美的音色，但是非常的入戏，很抓我，然后让我感觉到我是被带入了，然后有点要跟着一起共情，要哭的感觉。所以这种虐戏在用唱表达出来，其实是把我们内心的那个一直在压制的情感，通过唱，通过音乐给迸发出来而已。所以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失控，有一点点的纵情，我觉得太合理了，是完全可以的。抓得再狠点也可以，声音抖了怕什么？捶2下就让他见识我们女人的力量。哎，我觉得不是事儿啊，音乐太美好了，真的感谢2位，感谢。刚才其实我一点歌词都没有看，然后我就觉得好痛，太痛了，我就一下就进去了。而且从野哥第1句唱，我都不知道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儿，其实刚开唱就已经有一点点进入情绪了。我就从那一下就从开口我就被你抓到了，然后到我不知道碧晨姐那个抓领子是之前排练过的，我以为就是唱到兴头上直接就是来了那么一下。看来我确实抓的有点粗糙，但很在情绪里面啊，很在情绪。反正我就觉得一整首歌，我觉得痛，太痛了，痛到心扉里去了。是，